昨天我躺在被窝里啊，算了一笔账，着实是给我自己吓了一跳。在过去的2023年里，我竟然花了差不多将近30万。我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的人，竟然花出去这么多钱。其中呢，我买了一部华为 Mate 50 Pro 6500，一个苹果14 Pro 8500，一个360运动相机3000，一个大疆域3无人机25000，一个苹果笔记本15000，给我的郎坚强修车花了2万多，还买了一台瑞虎8 Pro SUV， 落地也将近16万，还有去年一年出行的费用大几万，其中最大的花销就是这台新车奇瑞瑞虎8 Pro。说起这台车，要从年初开始说起。2023年的正月初三，我趁着高速免费，直接开着我的郎坚强，从家里出发，一口气来到了云南的西双版纳。从莫罕口岸和我一个大哥2个人去了老挝自驾游。在老挝琅南塔，我的郎坚强就开始坏车，转向朱里泵漏油。在琅南塔，通过和当地人的比划，买到了我所需要的配件，顺利的在异国他乡自己修好了爆掉的油管。然后在老挝，因为没有导航，错误的走进了深山老林，没有信号，也没有村子，也没有电。结果晚上停车露营的时候，误打误撞的进入了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的村子，大概有个3、2户人家。幸运的是收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招待，本来是准备自驾马来西亚的，但是泰国在疫情期间政策变化，不允许中国车自驾过境，只接受旅游团带队自驾，就提前结束了国外的行程。在走滇藏线214德钦线，偶然碰到了这次旅途故事里的女1号车友张小白，大型糟心连续剧也就正式的开始了。在芒康碰到了109团队的好友安然，在左贡碰到了老夏，我们一起相约走丙察察进藏。中途去了世外桃源然根村，我们也成为了然根村第一波游客。然根村也成为了我以后还会再去一次的打卡地。然根村是丙察察路线上一个偏远的村庄。我们一行4人从然根村出来之后呢，继续走丙察左的路线，也去了心心念念的贾应村。一路上山高路险，自是不用多说。结果在丙察察遭遇大雪封山，原地等待了3天，封路遥遥无期。返回左贡的时候，被我的粉丝拦在路上，我们的队伍又多了狗子夫妻俩。我们又回到了左贡，汇合了3尾金胖子，自此我们的队伍达到了8个人。我们8个人一起去了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县。由于黑粉的举报，我不能在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出现。到达拉萨，我们这个团队不是团伙，也就散伙了。几番周折下来，只剩下了我和张小白相约走西藏到新疆的新216国道，中途也一起走过了自驾死亡路线阿里中线。2辆车到达改则的时候，全部都有异响。我和张小白的倒霉之旅也就正式开始。在距离新疆民丰县只剩下200多公里的地方，意外发生了。不知道是因为疲劳驾驶，或是轮胎爆胎，或者是其他原因。在我发现小白没有跟上来，准备停车等他的时候，我的对讲机里传来了他的呼救声：长哥，救命！救命！快点！纷乱的军营之中，几个满身是血的护卫抬着担架上的朱高去，拼命地跑进来，大声嘶吼。长哥，朱高去趴在担架上，长哥，背上的痛，面如白纸，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鬓角下雨一样的滴落。他后背上羊肉可就难得了。朱高最大气，咱家在北平，还去南边干什么？
小白驾驶的吉普指南者，也就是小白的大白，撞在216国道新疆方向2322公里处的一处大桥护栏上，车子报废，幸好人和狗平安，否则我想我的流浪旅途也就彻底结束了。你说烧了高香了，福大命大了，我手这给你记一下。我真没哭，别哭。吃吧，能吃饭真好。吃饱了吗？能吃饭真好。在石泉河处理完小白汽车报废和保险流程，我决定5000公里把小白和他的爱犬小黑送回家乡。这也就造成了我的廊间墙几乎报废，2个人的行李加上2条狗，全部塞到我的一辆车里边。在日土县的黑心加油站加的黑心油，也成了我的廊间墙报废的导火索。在返程的第1天，在石泉河，我的车启动就开始费劲，我没有注意，以为是因为海拔高的原因。第2天，在尼玛县，车子开始发动不起来。在费了9牛2虎之力，连预热锅炉都用上了之后，车子打着火了。但是发动机开始有异响。众所周知啊，在西藏修车的条件有限，一路上我自己都不知道又修了多少次，光正时皮带我就拆了5遍。在到达那曲的晚上，我的车彻底发动不起来了。靠启动机的动力，我把车停在了路边。第2天在那曲花了500块钱削了一个喷油嘴，车子能启动了，但是还是有缺缸的症状，勉强把车开到了雷乌齐，车子又开始没有动力了。在雷乌齐又花了1000块削了2个喷油嘴。我们的回家之旅继续，在距离江达县还有100多公里的一个路边上，我的车彻底不能动了，车子能打到火，但是增压机又不工作了。最后给我的好友勇敢的阿林打电话，阿林从四川的德格县开车200多公里，过来救援我，又拉着我的廊间墙返回200多公里，回到了德格县，往返400公里，还要拉一台车，坦途的油耗还是有点伤不起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叫拖车更难。在德格县大修发动机花了我9000多。加上在德格耽误了几天的花销，1万块又没有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没有。在继续回家的路上，车子再次出现了缺缸。幸好一路上给我坚持到了湖北黄冈，到了3百斤胖子的修理厂，想着在他这儿可以好好大修一下。小白呢也被朋友送回了江苏，我可以安心的等待修车了。结果我儿子一张99.5的成绩单给我整的直接上火了，不是1科99.5，而是整整6科99.5。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马上回家，就想着买一台新车。本来已经交好了定金，要买一个某品牌的4驱 SUV， 结果人家不给我合格证，要等到我到家之后再邮寄给我合格证。在提车的时候我就不想要了，我嫌麻烦。结果 4S 店竟然报警了，估计广大的朋友们都没有听说过买车还要被报警，车子呢也就没有买成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奇瑞的客户部耿总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到了我，和我说不管我买不买奇瑞汽车，他都免费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，让我从黄冈能够开车回葫芦岛，而且专门让另外一个帅哥小鱼把车给我送到了黄冈，还贴心的加满了油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车，我的狗就没办法运输，还有我的一大车行李也没办法带回家。幸亏有奇瑞的帮忙，让我顺利的回到了家。人心呐，都是肉长的，将心比心啊。在我困难的时候，奇瑞给我伸出了援手，我呢也就投桃报李，买了一台奇瑞汽车，也就是我现在的瑞虎8 Pro。很多人呢都说车是厂家赞助的，免费的，在这里澄清一下，厂家只是给我走了后门，没用我预定，就是把原本给别人客户的车给我截胡了，
直接就给我送到了葫芦岛。后来呢，厂家的一系列活动也邀请我参加了，我也是在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才知道，奇瑞汽车从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汽车，慢慢的成长为向世界看齐，走向世界的优秀车企。提起奇瑞的发动机，懂行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。我的坎坷回家之旅呢，也就画上了个句号。总之，2023年的旅程是我继109之后又一个难忘的旅途故事。2024年呢，我也会继续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故事。毕竟视频里边篇幅比较短，我不可能把整个故事长篇的全部摆在屏幕上大家伙看，因为那个真的太长了。但是事实远比我讲述的要精彩的多。我相信很多老粉丝看过我那段经历的都知道，我2023年是真的挺坎坷的，但是还好有惊无险。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点后怕，如果当时张小白真的出现了个3长2短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。还好人狗平安，车有价人无价，还是那一句话，能吃饭真好。能吃饭真好。